算 cos， 没有一个角色参考。今年的万圣节穿搭，欢迎大家，晚上好。自创 cos 也不算啦，你要说 cos 的话也算吧。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就算吧。我的皮裙他给我发错货了，不然我有绝美小皮裙，真服了。那你知道吗？我满心欢喜的拆开我的衣服，发现它是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我的皮裙去哪里了？我的皮裙呢？然后没办法，我穿我以前的衣服。谢谢这个灯牌，谢谢小福宝宝的夸夸，欢迎大家，晚上好。竟然认不出我了，真的吗？金老婆。小组不知道，但是我找他，他说是发错货了，然后他说对，给我退款。谢谢情商6岁半，谢谢宝宝灯牌，我的皮裙就变成这个了。谢谢老婆夸夸，谢谢老婆。咱们那个什么不呆毛的时候还是挺好看的。我今天不能跳太狠啊！今天那个这会掉，所以今天肯定也不会或这么跳舞啊，可以跳，但是不能跳太狠。谢谢福利的星光闪耀，欢迎 Kim 哥，晚上好。牛角有音乐吗？有的宝宝，没听到吗？有音乐的。RPG 今天就免了，对，就是如果我要好看的话，我就不怎么能跳舞，是这样子的，好看的造型都不怎么能跳激烈的舞蹈。谢谢福利的星光闪耀哦，欢迎大家，晚上好。我是否就是还真是命魔，音乐有点小，你把声音开大声一点就好啦。本来就是背景音乐，要那么大声干什么？谢谢欢迎黄天地，谢谢黄天地的灯牌。不应该是皮裙，发错货了，没办法，我也没办法。本来是皮裙的啊，这个我的皮裙变成这个了，谁懂？我拆开快递的那一瞬间，发现我的皮裙变成这个的时候，我那一瞬间，我心里面在想什么？谁懂？对，今天特别长，现在真的变成人形逗猫棒。欢迎大家，晚上好。我是不是应该开一下这个？变成连衣裙算了。没有啊，那个皮裙也是连衣裙，皮裙也是连衣裙。那是个啥？对，应该就是那种包臀裙。谢谢猪，谢谢猪的外甥跑车，感谢我猪的跑车一辆，感谢宝宝，谢谢我们猪的跑车，祝你的身边永远有天使陪伴着你，然后你身边的恶魔帮你清除一切的烦恼，你的天使陪伴着你，跟你一起成长啊，猪，谢谢宝宝的跑车，谢谢神奇的为你闪耀啊，欢迎大家，晚上好。这衣服不适合我，你说的对，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欢迎大家。今天真的
今天真的就只能跳抖舞了，跳不了特别动啊蹦哒的舞，不是很能跳得了。谢谢阿星的你最好看，耶，老胖欢迎啊欢迎，晚上好，欢迎二哥，晚上好。我现在真的是逗猫棒，我现在又舍不得骂他，因为他这两天不是在发情吗？我舍不得骂他。欢迎大家，晚上好，耶，诸位耶！哎呀，我的皮裙，我本来今天有皮裙可以穿。这衣服我要呢，本来这个衣服就是这样子的呀，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放手，你放手，你放爪，我求你了，你放爪。家人们，我被封印了，我要跳舞了，你放爪，我求你了，你放。有 Tara 的吗？有啊。有 Tara 的呀，你放手，你放爪子，我求你啊，你放开我，不能调，故意的，我就是要治好你们的强迫症。你能不能把你的爪子收一收？我求你了，我要跳舞了，我求你了，你放一放。哎，你放开我！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晚上好。我求你了，你放开我好不好？猫可以看一眼吗？这个。你这个你要不放一放，你要不放，你要不，咱们就是说，今天的直播内容是遛猫，我笑死了，它在咬，在玩。你能不能放啦？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怎么给他呀？我要跳舞，我被封印了。我看看啊，通过破洞丝袜等营造诱惑感知。那个，我想请问，我哪里有破洞丝袜呀？我哪里破洞啦？这个审核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来着？超管啊，我哪里那个有破洞啊？请问，谢谢名侦探柯南，谢谢宝宝的灯牌。我什么都没干呢，我就被提醒了。谢谢宝宝的灯牌，我还没跳舞呢，我就站这儿，这个被封印了，然后就被提醒了。15啦，15级啦，恭喜乱宝，恭喜柔身15级。我手上的丝袜有破洞，这我请问呢，我哪里有破洞丝袜呀？他说，请不要通过破洞丝袜等营造什么诱惑氛围。我有吗？我哪里有破洞？请问，这个你要不让我跳舞行不行？行不行？让我跳舞行不行？好，我解脱了，家人。你干什么？手上的东西当成丝袜了，手上的也能叫丝袜，我真的笑死了。谢谢干饭人的关注啊，欢迎大家晚上好。
那我们跳点抖音小舞蹈吧，今天好吧？谢谢雅泽的灯牌。美丽的手套丝袜，笑死我了。我们来跳个什么呢？周夜今天是万圣节，万圣节特别吵。谢谢麦都在打小铃铛，谢谢我灯牌。哇哦，晚上好。先跳个刀马吧，刀马就在这里，我们先跳个刀马。你要是认得出来，我算你厉害。谢谢亚泽的为你闪耀，欢迎大家，晚上好。喜欢主播的话，左上角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猫猫帮我吸引了好几百人，你在说什么？来，我们下一个给大家带来一个，先发个牌吧，先发个小牌。好，11级了，恭喜！哎，恭喜我们的华为宝11级了。我怎么觉得你昨天就11级了？我记错了，看来可能是我记错了。欢迎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呀，大家，谢谢萝卜头的灯牌，我谢谢萝卜头。不长青春痘。我每次对刘海这事会有强迫症。昨天差几百哦，恭喜恭喜！好的好的，萌萌早点休息啊，拜拜拜拜，早点休息。谢谢苦雪的关注，谢谢苦雪，欢迎大家晚上好，谢谢萝卜头的灯牌啊，欢迎我们 Christy 宝宝晚上好。召唤奶牛猫，泡泡口斯。我也不知道刚才为什么会被提醒哦，我现在跳舞也没被提醒哦。谢谢用户1322的关注，他难道真的是把我手上这个当成袜子了？我真是服了。今天是限定皮肤吗？对，今天是限定皮肤。谢谢快乐涛的灯牌。你们老吵着说要看我别的那个就是妆造，真的给你们看了，然后明天又有人来问我，你怎么还是这个造型？谢谢快乐涛的灯牌，哇塞，感谢凡我灵啊，谢谢凡我灵的新守护，这个妆造弄新守护是不是？管他呢。哎，我的棒呢？我的哦这。谢谢快乐涛的导弹盲盒，谢谢宝宝。稳定1天要200天才能到16，没事，你可以慢慢挂，感谢我们法沃里奥，谢谢宝宝的新守护。命不同，我现在就适合不笑，对，然后那个
声音的话我们也要变一变。谢谢呆呆的关注，就是不能像我之前讲话那样子。然后音乐也不太对。我们家里面还有一只发情的小猫咪。谢谢法我灵啊，感谢我们宝宝的新守护，谢谢宝宝愿意守护油头，还有点不太合适。就像阳光穿过黑夜，黎明悄悄划过天边，谁的身影穿梭了灰烬，未来的路就在脚下。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感谢法我灵，谢谢我宝宝的新守护，感谢法我灵宝宝愿意守护油头，谢谢宝宝的新守护，新守护一位。我说一句话，我们家的猫就会叫一句。这皮肤换黑母线的音乐吧，没办法，这是新守护，就是那个相信光嘛，那是新守护。对吧？是的，是的。今天是万圣节特别版啊！谢谢乐的为您闪耀，谢谢宝宝，欢迎大家，晚上好。这我穿的是我之前买的裙子了，这是因为皮裙给我发错货了，给我发成这个了，然后我免费获得了一件这个衣服，但是也没什么用，没什么卵用。原来还可以激活舞蹈，是的。是的，这是我们新守护专属舞蹈，也不算舞蹈吧？那个刚刚那个也不算舞蹈啊！谢谢乐乐为你闪耀哦。我的耳边现在全是猫的叫。梆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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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梆！谢谢乔布的，谢谢宝宝的灯牌。我能穿洛丽塔裙子吗？不太行，宝宝。我穿洛丽塔裙子的话没什么流量，平时也不会怎么穿。今天牛魔王装扮。对呀，是这样，没错，没毛病。来吧，我们5万点赞给大家跳个 RPG， 我有昨天的版本，我有昨天的版本。续新守护的时候也会有吗？会的，有的。只是你们，比如说你们看我今天的皮肤，你们喜欢，然后呢，你们又想上新守护的话，你们就可以就着我今天的皮肤，然后上个新守护，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当日皮肤版的。你相信光吗？谢谢求不得的灯牌啊！那头饰不掉跳 RPG， 我有剪辑版的呀，还行。今天玩双胞胎的，今天玩不了了，因为昨天下播太晚了，我昨天快2点才下播，差不多了，我下播好像就2点了。开会员还有木鱼，对，谢谢宝宝的关注啊，谢谢宝宝。宝，谢谢我们求魔川意识啊，谢谢宝宝的鬼鬼来了，谢谢宝宝。来吧，我们晚点的给大家就称为整个 RPG， 我有昨天的版本，我们跳一下，前跳个 RPG 啊！谢谢静婷老婆的关注。这个背景音乐有点不合适啊，让我换一个。我们要符合一点氛围。我的皮裙啊，我想念我的皮裙。开年会敲12遍，对，开年会可以敲12遍啊！谢谢狗号的灯牌哦，欢迎大家，晚上好！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主播上我们的灯牌，有点像台里面那个小恶魔，对。那个的话是那个黑长直，是有一点点像，有那么一丢丢像。因为我其实我还没有就是戴过红色的头发，所以呢我就想试一下。谢谢章鱼版，谢谢，欢迎章鱼版，晚上好。你喜欢红发这个版本？你喜欢这个吗？你居然喜欢这个？谢谢严冰的点赞，谢谢追风少年的点赞，很好看，谢谢夸夸。我待会跳 RPG 我就是这样跳，不然会掉。还是之前的好看，我也觉得，谢谢追风少年的关注。
谢谢宝宝点赞，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啊！谢谢祝福少女的点赞啊！不要，就你们说什么都对，谢谢乱宝的11个星光闪耀啊！谢谢乱宝，头是重不？还行，不是很重，还可以，但是反正不是很能跳那种，就是平时跳的那种舞。不然的话就是会翻车啊！直接咱们就是说跳完就就没了。来吧，跳个 RPG。今天这皮肤实在很用心，哎，我的皮裙，我想念我的皮裙。啊，放错了。耶，我不是点的你啊，你干嘛给我响啊？好，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谢谢子清儿，谢谢宝宝的鬼鬼来了。魔幻哪里魔幻了？又变装了。你今天赶上了，好家伙！谢谢会飞的扫帚啊，谢谢你的关注。我的梳子呢？这里。对，是的。哎呀，你看私热我，你好家伙，抖音这么多那个主播，你是怎么靠私认出我的？啊，谢谢直的灯牌，我谢谢宝宝。红毛没呆毛，那必须的没有呆毛。这个红头发有呆毛算什么？算什么回事儿？现在手速太快，就证明你点完了。谢谢宝宝帮我点赞啊！谢谢 Christy 宝宝点赞。不是看腿识瞳吗？看腿的话，确实是能识到我，但是又有带脚步。谢谢巧克力蛋糕的点赞啊！谢谢可可的关注，谢谢 XXYY， 感谢宝宝点赞粉丝团哦！欢迎大家，晚上好。我们双胞胎的话，星期一大家就能看到了，因为我今天那个下播之后肯定会拍这个，一会儿我可能会换个衣服什么的，然后拍这个双胞胎，然后你们星期一就能看到这个和另外一个了，还是看括号准确一些。好，谢谢宝宝们的帮忙点赞啊！欢迎大家，晚上好！谢谢 Kevin 哥的6张人气票啊！谢谢 Kevin 哥。哦，不对呀，哦，那没事，我想下周可能会换窗帘啊，换成黑色窗帘。没事，到时候再说，先拍了再说。欢迎大家，晚上好。谢谢叶图的点赞啊，谢谢文人怀怀啊，谢谢宝宝点赞，谢谢 Kevin 哥的4张人气票哦。欢迎大家，晚上好。喜欢主播的话，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的主播点点关注。然后今天主播可能跳不了什么太那个动作大的舞蹈啊，但是可以给你们跳点小舞蹈啊。你们要是有什么想看的话，可以把我们的舞蹈打在公屏上。我本来想说完全坐播的，然后但是我没有选择完全坐播，我等一会儿吧，一会儿等人再少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坐播。谢谢笑笑的灯牌啊，欢迎大家，晚上好。哎呦，戳到我眼睛了。我今天起床的时候，然后我那个昨天不是，可能是昨天情绪变化稍微有一点太过于这样了。然后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眼睛这边已经好红。我的皮我没有皮边儿，要不你把你皮带给我。今天跳这个怕是装备爆一地啊，不会，就是跳大概跳2遍，可能这个脚就掉了，就不属于我了。就不属于我了。嘿，
所以说每次这种就是搞特殊场的话，我确实是不怎么能给大家跳舞。谢谢你好的灯牌，谢谢你好。熬夜多吃点花青素吧，好。而后啊，是啊，那不然呢？抗氧化贼拉好，好的。谢谢一己不吃香菜，谢谢宝宝的5张人气票。那7万点赞，我们给大家跳一个笛子舞吧，好吧？7万点赞给大家跳一个笛子舞。谢谢追风少年的点赞啊 ，RPG 来一个，刚跳完宝宝。我们5万点赞才刚跳完 RPG 啊，7万点赞给大家跳个笛子舞，笛子舞还是没问题的。晚安，晚安。怎么啦，乱宝？怎么啦？咋啦？你说？我今天不太能跳舞啊，家人们，再给大家说一下。你说，乱宝，你说，怎么个事儿？你想知道子欣那个最后弄好了吗？没有。谢谢七夏的入团卡。今天怎么感觉有点宽？什么有点宽？你是说这个吗？因为衣服的原因呀。衣服不一样，就是看起来就不太一样啊，不然为什么人要靠衣着呢？对吧？欢迎大家，晚上好。我们7万点赞给大家跳笛子舞，大家如果想看笛子舞的话，可以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小赞哦。欢迎大家。我的腰在这里，我的腰在这一块儿，这一块刚好，这一块就是我的腰。对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晚上好。我们7万点赞啊，一首笛子舞带给大家。没收腰是吧？对啊，这裙子本来就不收腰。因为我本来配的不是这个，但是没到，所以没办法。我也不想这样子，但是我们也只能这样子。谢谢福利的点赞，谢谢福利。最后不了了之了，也不算吧，也不算吧。来吧，我们7万点赞给大家跳笛子哦。IBE， 谢谢李景安的灯牌啊，谢谢宝宝。还是放这种音乐听着爽。哎，我后面的我的什么又掉了？来吧，一首笛子舞啊，送给大家。直播不是禁止吊带袜吗？谁说的？我怎么不知道呢？谁说的？emoji，跳什么来着？笛子舞。我今天反正也跳不了什么舞，我一会儿就做播了。Don't be bad, don't hurt me. Listen to me when I say I know what you did. So when you said you let go, did you ever think of me? But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t's going through my mind that she's always in your mind. While I keep you there in mind. Oh, I'm not a dog that all ha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Don't you come back to me. I'm not a dog that all has ever been found. Still wait patiently. Come back to me, to me.我感觉我的脚它又要掉了，扶一下我的脚。
假毒，准度假毒。谢谢安稳的灯牌。晚安，福利，晚安，做个好梦啊，宝宝，晚安。谢谢深渊未来的灯牌。欢迎大家，晚上好！喜欢主播的话，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然后我们9万点赞，给大家跳一个随便扭的危险派对，就是就是动作可能不会那么大，因为确实我这脚的不太稳。尾巴呢？哦对哦，我忘了准备尾巴，我都没想起来尾巴，我都没想起来我有尾巴这个东西，忘了。对呀，有脚应该有尾巴才对。下次，明年一定，谢谢我们 WAY 宝宝，谢谢宝宝帮我们点赞我们的尾巴，谢谢宝宝帮我们点赞，谢谢严彬的点赞哦。小魔，今天这个其实也还好，不算。头上长犄角声。谢谢夸夸哦，谢谢宝宝，谢谢玲玲哥哥点赞。小龙人，我吗？不是，这个脚有说牛角的，有说龙角的，然后还有说恶魔角的，所以它到底是什么角啊？差点没认出来。那你还好，你认出来了。谢谢大家的入团卡，欢迎大家，晚上好。谢谢怀怀宝宝们点赞啊！明明是羚羊角，对，还有羊角。我在戴这个的时候，我还在想哪边是正面，因为它好像它两边不是都可以戴吗？我还在那研究了半天，它到底应该戴哪边？欢迎冰冰啊，晚上好。其实是呆脚补。你家犄角长这样啊？你是哪个时代的人？你犄角怎么会长成这样？谢谢喜玉徐啊，谢谢宝宝的灯牌啊！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可以主播点点关注，也可以上我们的灯牌哦。今天是那个万圣节特别长，装扮特别长。哇塞，欢迎冻死大刺啊，晚上好。基本上大家其实平时是看不到我这样的，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戴红头发。跟现实差的不是，你见过我现实的样子吗？你就搁这哔哔哔，搁这哔哔哔哔哔哔哔，你见过吗？谢谢咸鱼，谢谢咸鱼的灯牌，四大老婆，晚上好。谢谢王彤彤的灯牌，欢迎大家，晚上好。就真的是，就是大家在网上说话，就是咱们就是说，虽然也没什么啊，但是能积点口德也是挺好的。谢谢新上顶的灯牌，毕竟那个积点口德可以少敲点物语。谢谢清风幻梦啊，谢谢宝宝的灯牌。你家也有个这样的小梳子，我有好多小梳子，我家里全是梳子。因为每买一顶头发，就是每买一顶假发，或者是买那种头发，他就会送一把梳子。然后我家里就有很多梳子，特别多的梳子。现实更好的，谢谢奶奶夸夸，谢谢浩的点赞啊！欢迎大家，晚上好。上线子歇会儿，好，你歇会儿。谢谢姨姨的小星星，谢谢姨姨的皇冠，谢谢姨姨的棒棒糖哦！欢迎大家，晚上好。我们9万点赞给大家跳舞啊，大家可以点点我们直播间小赞，谢谢 DY 嘟啊，谢谢宝宝的灯牌。哎，我应该放一个，我现在就可以放。你们想看阿玉姬是不是？我会给你们放。我可以放没有剪过的版本，我会给你们放。在哪里来着？算了，一会儿识别，录播应该不会被识别吧？
我看我昨天录的完整版的 RPG 在哪里了？完整版的 RPG， 对，因为今天是那个万圣节嘛。对，我没有说错，昨天是万圣夜，今天是万圣节。跳个甩头舞看看爆装备吗？那必爆的，必爆的，不用跳，会爆的。我只要在空出来的部分摆 pose 就行。那就呀，对，呀，谢谢不准叫的点赞啊！欢迎大家，晚上好。本人好美，谢谢谢谢含笑半步地啊，谢谢我夸夸。喜欢的话，左上角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我们9万点赞可以给大家稍微小跳一个舞蹈。所以那种又精致，然后越精致的妆造，它其实越不能就是跳舞。都关注好久了，第一次看到直播，你好你好，欢迎。我那个你好又在我旁边，准备抓我的绳子了。今天小头好好看，谢谢安野的夸夸，谢谢宝宝。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们主播左上角点点关注哦，大家人们。谢谢旅行者小样，谢谢宝宝的灯牌。谢谢怀维，谢谢怀宝的66个圣诞，哦不万圣糖果，怎么就圣诞糖果了？圣诞还有2个月，不对，还有1个多月。谢谢豌豆射手啊，谢谢宝宝灯牌。快了，下一个就是感觉到节日氛围的，就是我们的圣诞。谢谢裂开的鱼啊，谢谢宝宝的灯牌。谢谢爱玩游戏的小李啊，谢谢宝宝帮忙点赞。来，我们9万点赞接着跳舞哦。Believe me, I can fly, I'm flying in the sky。我们家的猫一直在旁边叫，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因为有点就是你好在那个发情。中国人不过，去年的冬至是就是你看这立冬。这样吧，要不我让你播怎么样？我让你播。什么时候再出几个白色的裙子？我上一次连出了4个还是5条白色的裙子，暂时不出啊，的缓缓再出。重要的是有节日呢，笑死我了！我那天其实知道是那个立冬，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打那个文案的时候就打成了冬至。我知道是立冬。欢迎西宝啊，晚上好！今天的我格外好看。要不你播好不好？我让你播，你来播，你自己给你自己挣猫罐头钱，行不行？行不行？你自己来。钱包空空，内心凉凉。立冬吃汤圆，立冬我们倒是没有，我只知道冬至在成都是吃羊肉。恭喜西宝啊！恭喜我们的西宝10级灯牌，谢谢叶诺蓝白啊，感谢宝宝的灯牌。我求你喽！我怎么不嘎他一刀？又不是公猫啊！今天怎么变这样了？怎么了？望叔？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不喜欢的话，你今天就不看，好吧？你等我变回去，你再看。我没法了，我就是推个凳子，我真的没办法了，家人们，我怎么办啊？
吧，要不你播，要不你播啊？你播，真的，我让你播，我给你垫高点儿，行不？哇，谢谢我苏老婆的会员啊！稍等我一下，老婆，我拿不了木鱼，等我，等我，我求你了。非常好看，谢谢王叔。谢谢习惯就好了，谢谢宝宝的关注哦。我不能给他，我给他他会那个他会吃进去，我不能让他吃到肚子里面去，这是为他好。谢谢秀宝的灯牌，我求你，你先放我一下行不行？行不行？玩够了吗？玩够没有？青春的时候总想把自己打扮成成熟模样，我一打扮成熟，你们就要说青春的时候打扮成熟；我一打扮的青春可爱一点，你们要说我装嫩。总之我打扮成什么样我都有错别。谢谢老黑狗，谢谢宝宝的关注，让你好给苏打敲木鱼。啊，我自己动手了，我自己动手了。装嫩，那就算是我装嫩又怎么样呢？那就证明你看起来我确实嫩啊，那不然你为什么会说我装嫩呢？谢谢旅人2025，谢谢宝宝这个大拇指，先给我们苏的老婆敲个木鱼。跳舞嘛，跳，等一下跳，先敲个木鱼，然后我们再跳舞。会员一位，请我们的苏拉老婆上8楼。会员一位有请。biu biu biu。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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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赚13，笑死我了。谢谢苏拉老婆的会员。妈呀，换皮肤了，对，是的，偶尔换一换。但不是天天都换啊！来吧，我们跳个舞，跳个舞，给大家跳一个 freestyle 一个危险派对。把黑丝什么的留以后，不是为什么一定穿黑丝就是成熟呢？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就是会有这种印象呢？真不是很懂哦。心跳不论向前或后退，如果你很信任我，手抬高原地转个圈，烦恼都丢掉像幻灯片，让我们站在舞台的正中间。如果我们的热情依然在增加，自然跳起象征着爱情的伦巴，一起跳到下一个蜿蜒，到星星布满天，把飞逝的时间给扔下，依然忘记美好的今天，要拍照片，不知不觉就已送你到楼下，目前这些美好的幻想还没套现，希望你的回答可以让我留下。Maybe we just slow down, anyone but you're so wrong.
然后你好在旁边一直想要抓我的绳子，我在跳一个舞，我就感觉在那个爪子就在旁边跑啊跑啊跑。谢谢关注，谢谢宝宝。今天应该花间醉，今天花这那跳不了，那跳就不是直播间那个被提醒的事情了啊。花间酒啊，不是花间醉。谢谢诚心伴君明啊，谢谢灯牌。花间酒，但是我可以跳成不用背那个什么的版本。花间酒，人间月，公子何不留下，与我共饮一杯？哎呦，我想到那个地板上。什么是错的？答案它总是很透明，欲擒故纵的，用心经营的，得来不容易。拿着一壶酒，寂寞它突然线上都明确又汹涌无。I want to talk to you, I want to talk to God, I want to call you up, call out, call out, I want to call you up, call out。就这样，好像看到梦 river， 它流进河里，跳段 disco。全部都会满身假意，为何情侣忧愁消愁，不用究竟，何来借口谈背影？对酒当歌，却不胜酒力，满身假意，为何情敌？忧愁消愁，不用究竟，何来借口？几壶上断词一杯酒，荒凉一梦。对你痛定思痛，五月朦胧，独守在暗洞。我无独有偶，恋你轻松。BGM 不宜展示，不是 BGM 不宜展示，是因为这个舞它地板动作太多了。谢谢11宝的星光真爱哦，谢谢11宝，超多地板动作。一会儿我坐下了就不容易起来了，家人们。谢谢疯不疯子啊！谢谢宝宝的你最好看哦，欢迎大家，晚上好。他这个脚拼个 cat 呢，可以，但是我可能动作不会那么大哦，11宝，我可能会动作小一点，你介意吗？谢谢常威的关注，你不介意我可以给你跳哦。你要是不介意的话，你要是介意的话，那个我尽力。谢谢11宝的星光真爱啊！谢谢万叔的灯牌。行，那你不介意是吧？因为没办法，就确实会跳调。超不介意，嘿嘿嘿嘿。
跳的我好拘束啊，因为我就是动一下我头上的那个头，它就会动一下，就是我抖一下我头上的头，我头上的头，我头上的脚就会动一下。一首很收敛的 Pink Cat， 送给我们的11宝，咋样啊？有感觉不？不错不错，好的好的。今天脚码拿下来码。好，我要坐下了，因为我被提醒了，已经第2次了。又说我破洞。哪里破洞了？我想问一下。谢谢少宝的关注，他提醒我破洞哎。我想你看，我坐下他就来了，我一坐下他就来了。谢谢少宝的关注，在转型吗？没有宝宝，没有转型。哈比，赤发魔女，我本来应该戴个红色的美图，做起来就知道是不是识别到手套了啊？那不行，那如果是第3次提醒的话，我就直播间就被关了，直接被关播了。我想把后面那个氛围灯拿到前面来，打成定光。印度尼西亚，谢谢玲玲哥哥的188人机票，谢谢玲玲哥哥的17张人机票。反正你咋样你都来，谢谢望叔，谢谢宝宝。主要是那个什么，就是我现在如果一会儿再被提醒一次，咱们就直接下播了。不是，他要是提醒，就是不提醒我破洞，我都还好。他提醒我破洞，我请问我哪里破洞了？啊，今天没带毛，今天没有。对，被警告了，第2次了。第1次是我站在那儿讲话的时候被警告了，第2次是刚刚跳完舞被警告了。我们就只能在这里乖乖的坐下，只能在这里坐着当一个乖宝宝。对呀，是的。被提醒了，被提示了，说我穿破洞丝袜营造诱惑氛围，通过破洞丝袜引起诱惑氛围。谢谢别太离谱啊，谢谢你的你最好看。你怀疑他在胡说，但是那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就提醒3次会自动关播，而且会扣分。我想去把我后面的灯搬过来，然后我们就改做播，怎么样，家人们？还是说就这样就不用变那个我的定光？要把那个氛围灯打在这儿吗？还是说不用？你们觉得要吗？要我就去搬。就这样就行，那行，那就这样。换风格了呀？没有，今天是测试场，可别被抬了。我现在那个起来有可能，那我们还是坐着吧，我还是坐着不动吧。我们乖乖的坐在这里，当一个乖宝宝，不动了。啊，木头的啊，现在是真的1、2、3木头人。那不传不知道啊？你们忘了吗？我上次那个白色那个破洞的那个毛衣，就是不是跟你们说过吗？就是我那个很厚那个，你们看我穿过直播那个毛衣，也是提醒我通过破洞。但是他没有提醒我丝袜，他上次好像就直接说，好像有没有丝袜我忘了，但是他说我破洞，我记得，就是也是说我营造那个诱惑氛围，就是我那个白色的破洞毛衣，之前不是穿着直播吗？那天也是被提醒，也是好像是连着被提醒的。这个是一个跳舞一个站着嘛，然后那天是连续被提醒了2次。3213312木头人，来我们听一下，我们来放一个听一下吧。反正咱现在跳不了了。你要点什么手势？500哥哥，谢谢玲玲哥哥的比心兔兔。我在想，就是后面。要不要给大家搞点福利？就是可以给你们发视频什么的，就是单独发
发那个，比如说我今天这装扮，你们很喜欢的话，可以给你们发视频啥的。等那个吧，等我想好了再说吧。因为这个视频的话还挺简单的，但是就得看从哪儿啊，从怎么样规定这个东西。谢谢小刀的小星星啊，谢谢小刀。可爱送，我忙得过来吗？不会是因为吊带吧？吊带？你是说吊带袜吗？那他直接写吊带呀，他为什么写破洞啊？吊带袜也不破洞啊，吊带袜破洞吗？我请问呢，吊带袜哪里有破洞？我忙得过来的话，忙的其实还好，因为我就是怎么说呢？我每天反正也做了妆造，然后后面如果就是我有其他的事情的话，因为播的话会次数会比现在少一点，所以就是其他方面可以那个多一点，肯定会少，但是不会少很多，可能1周少个1天左右，1周可能会少1天，当然也不是每周都少1天。我们听这个版本的1、2、3木头人。妆造力哦，你要可爱送，我想起来了，我说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来着？猜不透是哪里出了错。哦，不能这么不是，等一下。不是我今天可爱，你是要可爱的还是不可爱的？黎明哥哥，你要哪个版本的？你选，你是要可爱版的还是不可爱的？我可以把我自己再放大一点吗？欢迎大家，晚上好。可爱鬼，你要可爱的是吧？行，哎，点错了。魅惑送，魅惑送，那你是要可爱送还是魅惑送？黎明哥哥，你选吧，你选一个，你要哪个？你要哪一个？要哪个？都来，要不要全抽全？行吧，那你来吧，你来吧。魅惑，可是我魅惑的表情有哪些呢？谢谢11宝的比心兔兔，谢谢11宝，小孩子请做选择，你都要。魅惑的表情给我难着了，等我一下，我把这个再放大一点啊，这有点小，我先放歌啊，有点干啊，等我一下。恋爱的进度有些落后，曲线保守你也喜欢我，怎么会？还无动于衷。气象报告天气很不错，太阳晒得我脸颊红红，我也很想跟你做朋友，就你傻傻还不懂。我数1、2、3，可以了。来吧，那就先来个可爱的，然后我们再来个魅惑的，然后中间隔一下，让我换一下。给我缓缓。应该是这样。等一下，等它放完。好，让我缓缓，让我缓缓，让我切换一下。谢谢苏帅帅的灯牌啊，谢谢苏帅帅。等我切一下人格。
你到这儿已经很满足了，那不行，来吧。哎呀，可是魅惑我能做那么多表情吗？我能做那么多表情吗？哎，管他的。说你傻傻还不懂。你把最后剪掉，我没有破功，你把最后剪掉。2个字无语，你不能无语。今天不跳舞了，今天被提醒了，跳不了了，宝宝。再跳你们就见不到我了，你们把后面剪掉了就没事了。欢迎你我，晚上好。这样总不会被提醒了吧？这样应该没什么好提醒的吧？我也没有那个什么。哦，对，可以段位刷了也，可以去刷，先拿个段位了一个。哎，是打2场拿段位哈，是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童话会唱。童话哪个童话？我先听一听，你等一下，你先别急，我先听一听。童话，这个童话吗？这个吗？晚上好啊，阿哥。有点耳熟。有点耳熟，后面会唱，前面有点耳熟。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你的王子，总能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我可以用那个全民 K 歌唱，但是我有几句不会唱，前面几句我可以从你哭着对我说开始唱。好，那我登一下全民 K 歌，等我一下。谢谢11宝的比心速度，允许我开原唱。11宝就是听我就是那个伴奏还是原唱开着唱，你选。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选81宝，可以看我习惯。那我们还是那个伴唱，可能中间有几句不会唱哦。都是骗人的。哎，我腿上还有一个猫，不会你补啥啊？真的吗？好。星星都亮了，童话是吧？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等下加载一下啊，正在加载中，请稍后。
这红头发好显眼啊，就是感觉好像整着就是头发，就是一眼望过去就是头发。感冒了吗？没有那个鼻炎，鼻炎感冒好了，能不能加载快一点啊？好，前面我不会唱，前面那几句不会啊。二哥的后缀一直都这样。哦，等一下，重来，我这么说话了。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啊，这个这么低的吗？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会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我们的结局。你什么？你觉得以后可以边唱边跳了？你们
你不是我本来就是什么，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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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Chris 里的星光闪耀啊，谢谢宝宝。还想听啥？哎呀，梳一刘海乱了，那也可以啊。就我现在的那个我现在的唱歌的需求，就是我需要把我的音域拓宽一点，因为其实我的声音蛮低的，在女生里面其实算低的。目前正在练这个，就是最近正在想办法把我的那个音域提高一点。唱跳主播，对。谢谢适合男 K， 没有，我适合低的女 K， 就是我的假声能到多高？我的假声可以很高，但是就是没办法，因为真声换假声的时候，它会有那个，因为我其实我没有学过唱歌嘛，然后真声换假声的那个点，它其实蛮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我唱不上去了，我就会换假声，就所有都是。但是唱的好的人，他跟没就是学过，就是也不是说学过吧，就是就是唱的好的人跟唱的不好的人，他的区别就是他可以做到你完全听不出来他从真声变假声了。谢谢 Chris 里啊，谢谢宝宝的50个星光闪耀。我现在就是要练的一个就是提高一点我的音乐，第二个就是看怎么样让真声和假声的衔接的更自然。就是我现在的话，其实蛮明显了，就是因为我从真声到假声，其实我假音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是以专业老师的话说，就是有点虚，然后呢会有点漏气儿。我是不是美颜掉了？我是不是美颜掉了？我不知道啊。你听说别人唱歌都是要学会换气，总要从肚子里面的气透出来。是的，是的。从肺部到鼻腔，不是从肺部，是这里，就是老师第1节课讲的啊。怎么就突然开始讲唱歌了？护士呼吸，对，就是吸气的时候，就是大家学唱歌的话，吸气的时候是肚子就是你的整个从你的肺到你的肚子是，你可以理解为撑肚子，就是吸气的时候，你的肚子是撑开的，然后吐气的时候，你肚子是往回收的，这就是护士呼吸。腹式呼吸啊，就是如果要唱歌的话，得学会这个护士呼吸，因为平时我们呼吸的话，其实就感觉有点像是吸气的时候在吸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在吐肚子，对吧？然后呢，腹式呼吸就是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是挺肚子，然后在呼气的时候是吸肚子，是反的，基本上是算是反的吧。然后对，这就是最基础的了。鼻炎很难换气。我上一次去那个唱，就是我感觉我现在会好一点，因为我当时去那个上课的时候，我那阵子还在感冒，就是我的声音还是有一点，就是气泡音会很明显。然后呢，那天唱好像唱到反正不是很高，然后就破音了。但是我好像后面我回来自己好了之后又试，好像会比我之前破的那个音再高一点，就是那个阶会再高一点。得睡觉了，晚安啊，汪叔，晚安。哎，突然想唱歌了。终归就是唱歌不用唱歌不用嗓子唱，也不是，就是你还是通过这里，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用真声唱歌的话，其实是从这里会有。就是我为什么会把手放在这里，就是感受它那个胸腔，就是这个地方是胸嘛，对，胸腔，然后呢胸腔会震动，这个地方是你的真声唱歌，就包括你平时说话，其实也是你的这里会震动，然后你要是发音方式准确的话，你用真声唱歌的话，这里也是会震动的。然后其实区别就是这个地方会有声带嘛，声带就是紧和松的区别。然后你要是会唱歌唱得好的人，他就是这个声带你可以收放自如，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你什么时候把它打开，什么时候把它闭合。然后打开的话就是会那种气音会很重，就是这个样子说话，然后就是你的声带就是打开的。然后就是那种啊，这样的话，你的那个声带就是加紧的，这样就是加紧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放开的。然后唱歌，他们唱的好的就是他们想怎么样唱，他们就能控制他们这个点，所以就是很多人不是会就是有那种声优嘛，然后会有很多那种不一样的声音，都是通过这个地方变化，然后去给它弄出来的。
怎么感觉好像要上课了？真的是，就是我也是听课的，我也只是转述一下老师说的话，我也不是很懂啊，笑死了。唱歌不是要用肚子发力吗？是啊是啊。怎么了嘛？11哥哥。再加哪个？你别说，这红色确实挺显白。谢谢蜜宝宝的灯牌。你这辈子都能不明白唱歌。红色头发还缺个东西，什么东西？咋还有人说我有黑呢？我确实就是没办法，因为喵喵太白了，你知道吧？就每次跟喵喵站在一起，虽然啊我确实也不白，但是跟喵喵站在一起我就很黑。谢谢一路火花带闪电的猛然，谢谢宝宝的墨镜。会弹就行，说得好。尖耳朵，尖耳朵，我这没事，我耳朵其实够大了，这样其实你就你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尖。主要是我的耳朵它很敏感，然后我戴不了那种假耳朵，就是会很难受。你看吗？就是我这个我很久没有戴假发了，就是没有戴就是这种假发，然后导致我其实你看就已经红了，就是我耳朵这一块很敏感，从小到大都很敏感。金铃耳，对，我是招风耳，我这叫招风耳。你想那些唱高音的，那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就是有些人唱歌他是有天赋的，就是他有些人生来他就是有那个音域会比较高，但是大多数人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没有开发的话，其实，其实音域，也大多数其实都在一个水平上，就有少数人像我一样，就是音域会偏低，就是音域会偏窄一点。我的话就会偏窄一点，只是看就每个人不一样嘛，这个东西。像假的，真的，我鼻炎好不了，因为家里有猫，好不了。谢谢乐的灯牌，非常的有自知之明，但是没办法舍弃猫，所以那就鼻炎着吧，也没事儿，习惯了，已经习惯了。我这边好像还好，因为这边没有那个，就是我这边的这个发箍没有卡在这里，我这边是卡在我这个耳朵后面的，就是会一直都在使用它，然后就会导致现在。我感觉它很热，现在在那个发烫。魔童降世，把猫剃秃了，他们会就是猫会自卑的，猫会焦虑，会自卑。就是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个看过，就是在那种猫咖里面，然后呢，就是之前就是在有某一个猫咖，真实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猫咖里面的一只猫，然后呢，它当时是就是可能是长得不够好看吧，就是在猫咖里面的猫里面长得不够好看，然后就导致了没有客人去摸它，然后没有客人去就是去摸它呀，然后去喂它罐头呀，然后就是那种跟其他猫就不太一样，然后后面他就很自卑，他就每天舔自己的毛，他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够干净，或者自己不够漂亮，然后他就想通过舔毛，然后让自己变得更漂亮，然后最后活生生的把自己舔秃了，就是真的是舔秃了，然后舔出那种就是那种皮肤病，会有的，猫也是会的。就是他们虽然不像狗一样，就是能精准的听懂你讲话，但是他们其实有感觉，他们就是跟你无形之间其实还是有那种联系在的，只是他们确实不像狗狗一样能听懂人讲话，很多是不会听懂啊，但是有一些猫可以。谢谢华仔2328，谢谢宝宝的灯牌。办法。把你剃秃了，你也自卑，笑死我了。就是就会害怕他最后那种就是心理出现问题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平时我们家猫想干啥就干啥，我也从来不会逼迫他们去让他们干一些自己不想干的事情，就比如说拍视频什么的，我就从来不会强迫他们。就如果我能逮到机会让他们出镜，那就出一下镜；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
吴妈妈，吴妈妈那是吴妈妈那是例外，那是例外，那天生的。就你好也很爱干净。有的时候你知道吧，就是我有的时候不是会出去吃饭嘛，然后比如说吃火锅回家，我可能因为我每天回家有个习惯，就是一定会逮一只猫先抱起来，然后吸一吸，然后再放下去，然后这就导致了每一次我出门，比如说吃火锅，就是味道很重的时候回家，然后我只要我不管抱他们俩哪一只，只要抱起来，然后放手，绝对就开始舔毛，包舔的，嫌弃的那个样子真的是。而且感觉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舔毛，然后就是在跑酷，没了。是谁家小可爱啊？是优童家的宝宝，喜欢的话可以给主播点点关注。猫界的扛把子梨花猫，绰号上边。梨花猫很聪明的，很聪明。就是我们楼下其实有那种也有流浪猫，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流浪的。但是在小区里面有，经常我有时候不是凌晨会下去拍视频吗？然后因为我们小区其实还算是比较那种，高档的小区，然后呢，它会有那种就是沙发，怎么说呢？就是隔一小段距离就会有沙发和桌子，就是那种软的沙发和桌子放在那。然后呢，反正每一次我凌晨的时候下去拍视频，都会看到有猫在窝在那个沙发上，特别是天气凉了之后，然后又有几只梨花猫，有好几只。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记得带猫条下去，就喂喂它们。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忘记了，然后就没喂。谢谢李宁哥哥的188张人气票，谢谢李宁哥哥。两猫都绝育了没？没有。你好，最近正在发情，没绝。等他这次发完情，我就给他绝了。有道理啊，人是秃的。猫在天使上的是安慰的，是这自卑的我的角色。好的，三哥，上班加油啊，上班加油。今天好漂亮，谢谢宝宝夸夸，谢谢一顿要吃3碗饭，谢谢宝宝的灯牌。你家猫是小区扛把子，一般看起来都不喊它。谢谢三哥的19个万生糖果啊，谢谢三哥。谢谢树屋的关注。因为今天周六会有的。邮筒是你的，没问题，邮筒可以是你的。就是现在邮筒应该是很少了，但是也有啊。邮筒现在不知道哪些城市还有那种邮筒。谢谢二哥的20个万生糖果啊，谢谢二哥。这个造型会发视频吗？不知道，看情况吧。就是我拍视频一般是选曲，然后再选造型，先选曲，再选衣服，再选造型。就是我是这样来的，我不是说随便，就比如说一定要穿着这个，然后拍一个视频，然后呢随便找个音乐，我不是这样的，我是先看视频，然后再选衣服，最后再选造型。谢谢 Chris 里啊，谢谢宝宝的538张人气票，绿油筒香，对啊，绿油筒香。谢谢 Chris 里啊，感谢宝宝，哇塞，538，好多，为什么是538呀？为什么是这个数字？中国邮政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什么玩意儿？你想把什么玩意儿染成绿的？对，就是这个，按多了，哈哈哈。哎，谢谢你多按了18张人气票。你们在做亲密任务？这样吧，好吧。家有儿女，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我已经忘了，对哦，家有儿女也是我小时候看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忘了，反正是小学的时候，是小学吧，应该是，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我确实小时候是看过，以前是看过。谢谢宋宋的关注，你最近在冲啥啊？我最近什么都没干。我最近没有看剧，也没有看小说，也没有玩游戏啊，好枯燥的生活。
这么想来还是挺枯燥的。我最近就是空余的时间，要不就是在剪视频，然后要不就是在想要拍什么视频，然后要不就是在想就是那个直播还能搞什么东西。最近，然后还有的空闲时间就是还干嘛来着？洗衣服，喂喂猫，拖拖地，买衣服。哦，对，最近买东西呢。最近不是双11吗？然后而且还要看很多衣服，就真的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直播和拍视频的衣服，我有的时候真的光一天淘宝可能一件衣服都选不出来，因为有的衣服你看到，比如说你刷到某一个视频，刷到别人的视频，你发现哎这个衣服好像挺好的，然后你截图去识别，你会发现要么它卖了，就是不卖了，然后你就去只有找其他店看其他店还卖不卖，要么就是这个衣服它绝版了，你买不到了，然后你就去找类似的，然后类似的呢又不行，又没有喜欢的。反正找，有的时候找一天一套衣服都找不到。哎，我觉得我真的感觉随时都在买衣服，但是我感觉我随时都没有衣服可以穿，新衣服可以穿。结果你空余的时间来看直播了，好，自己的私人时间都没了，排太满了。其实我要是想有也可以有，但是我静不下心来。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你让我打开红果。然后你让我看个短剧，我可能看着，我脑子里面就开始想别的事情了，我就开始想，明天要干什么，好像视频还没有拍，我今天晚上拍还是明天下午拍呢？如果我今天晚上拍的话，我要拍什么呢？啊，如果我明天下午拍，我要拍什么呢？我要穿什么拍呢？在哪里拍呢？万一明天下雨，我又拍什么呢？现在第3季都没顾得上看，我也没看，我还没看。今天不跳了，宝宝，因为被那个什么了，被提醒了。再被提醒一次，你们就见不到我了，所以就不跳了。谢谢依依的灯牌，谢谢依依。会打坐不？这个技能是个很好的静下心的好方法。打坐呀，我就是算了吧，不太适合我。谢谢6668，谢谢宝宝灯牌。就真的我的思维其实比较活跃。谢谢02316啊，谢谢宝宝灯牌。我可能前1分钟，比如说啊，我前1分钟还在想我今天要吃什么，然后我也许后1分钟我就要在想我明天去哪里玩。我是举个例子啊，我就是这样子的，就1分钟之内我可以有很多想法。谢谢六姐的11个为你闪耀啊，谢谢六姐。但是不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不是那种胡思乱想，就是不是，也就是不是那种怎么说呢，就不是那种乱猜忌啊，不是那种感觉，就是脑子里的事情会想的比较多，就是杂乱的事情有很多，然后呢思维比较跳脱，有的时候可能短短的1分钟之内我可以想3、4件、5、6件事情。谢谢景小胜的灯牌，谢谢景小胜，谢谢景小胜的20张人机票。搞不懂昨天不是很好吗？什么？你说什么？一路活在神殿的梦，天马行空。对，急性子，我其实还好，就我以前其实蛮急的，就是在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后面其实可能是因为人变懒了，就没那么急了，反而还有点就是我其实有点拖延症，我拖延症。其实也不算是也算拖延症吧，就是我会忘，你知道吧？就一件事情，如果我今天不把它做完，我也许1个月之后才会去做它，因为不是因为我不想做，是真的是因为没想起来，然后想起来的，如果我当时想起来了，然后我不去完成它的话，有可能真的这件事情可能会放1个月，甚至于2个月，甚至于3个月，真的。谢谢沙影贝利特啊，谢谢宝宝灯牌，就我也不懂为什么，反正就是这样，就我的脑子它有的时候就是。想不起来，真想不起来。多线程处理器罢了。你说昨天不是很好吗？今天怎么就开始提醒你了？可能是因为我今天这个妆造问题吧。空想放空。我跟你说，就是我上一次，就是我不是会泡澡嘛，然后我上个星期泡澡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想的是，都泡澡了，对吧？那肯定就是适合放空。然后呢，我想的是，那就可以放个电视剧什么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电视剧，就是那种我很感兴趣的题材，我把它点开。然后呢，我先看了一会儿，然后看进去了，我就去准备泡澡了。
然后结果我泡着泡着，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想事情，我完全没有办法放空，就是我电视就是我本来看进去了，但是我泡澡的时候我就看不进去了，然后我就在想事情，就一堆事情，这个想完想那个，那个想完想那个，说不定没有想完，然后懒得想又想下一个。谢谢彩虹问号的为你闪耀，谢谢宝宝。就是我没有办法阻止我自己的脑子去想事情，我可以刻意的去阻止它，但是我觉得很累，而且没有什么效果。我平时就是所以我为什么是多梦呢？就是为什么我每天晚上睡觉都会做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思维比较活跃。执念也不是执念，也不是执念，一切的想法都来源于就可能是就每个人脑子就是不一样吧，就肯定有人跟我一样是这样啊。谢谢瘦瘦的灯牌，得练啊，稳定下来。我知道那样的话我就会变得很佛。如果我会打坐，我应该会很佛。谢谢我叫 NPC 啊，谢谢宝宝的灯牌。要去转转吗？你是说出去玩吗？没效果。其实我这个人真的很懒，就是我其实应该有点宅，就是应该有点宅。但是你让我出去玩的话，我会觉得很麻烦。就是我如果是出去玩和在家里面，我宁愿是在家里面躺一天，就真的是睡到自然醒，然后起来玩玩手机，看看电视，然后饿了就吃，不饿继续玩，然后玩到饿了就吃吃完然后又躺着又看，然后睡觉。我觉得就这样过一天比我出去转转要舒服很多，因为我出去转转的话会很累，如果走路走很多会很累，就是感觉自己在高能量，每天都在高能量，然后我出去玩也会高能量，然后我就觉得还不如待在家里面舒服。往往这种情绪稳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阳光宅心佛系少女。对对对，但是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佛，说实话，但我确实也蛮佛的。这么说的话，生活方面我确实是蛮佛的，就是我不会像比如说像因为喵喵嘛，就比如说像喵喵那种比较精致，就是会喜欢很多那种比较精致的那种家居啊、小玩意儿什么的。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然后够用就行。就我在这方面其实不是很挑。然后包括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也没有什么那种名牌包啊那种，因为我不就是觉得没必要啊，就有够用的就行。就是除了衣服这种工作上或者是拍视频需要用到的这种一定需要精致的东西以外，其他的东西我都确实挺佛的，确实挺佛的。包括平时我出门，我爹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我爹经常说，因为我平时出门的时候就是夏天的话就是短袖短裤，然后就出门了。然后那个短袖有可能是刚洗过的，还是很皱，然后我也不会说要去给它熨一下，反正我就这样就直接出门了。然后我爹就会说我说你能不能注意一下你的形象？我说我不，我平时天天都注意形象了，我难得放松一下，我还出门我还注意形象，就反正经常会被说。但是我也知道穿那种皱皱巴巴的衣服出门确实是不对，这确实是不好，但是没办法，我就是不想啊，就懒。然后对你这方面你要说的话，我在生活上面确实是蛮佛的。然后我也不会说一定要去吃什么特别精致的饭啊，我觉得就是好吃就行。这方面呢，倒确实这么想的话，我还是挺佛的。转转广告位遭作赚3场，写毛笔字陶艺可以去试试。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之前其实不是会那个。就是这种事情，就是静心的事情，我其实有方法，就是我可以拼拼图，然后我也可以做手工，我也可以拼乐高，但是这些事情我觉得我现在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说把自己腾一个完整的，比如说2到3个小时去完成这个事情，我一天没有这么完整的2到3个小时，除非我早起，那就有。天天皱巴巴上班，人都是皱巴巴的。去喝茶看剧，去喝茶看剧倒是可以，但是最近我确实没怎么看，又看不进去。最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没有好看的剧吧，不知道，我也没有刷到什么爆剧，就是那种很好看的剧。喝茶的话那不得出门吗？谢谢他4月中来啊，谢谢宝宝的灯牌。就是我每天的时间其实真的就是起床，
然后如果是比如说我今天是下午拍的视频，对吧？然后我今天一天的生活轨迹就是醒过来，先刷视频，看看今天拍什么，然后想好今天拍什么、穿什么、怎么拍，然后起床，先看一下外面的天气，好，很合适在室外拍，然后就起来化妆，化完妆然后就马上出去拍摄。然后我今天其实醒得蛮早的，我今天1点钟就醒了，然后我化完妆准备出去拍视频的时候就已经4点了，就是包括从想怎么拍，就是所有的一套到出去拍，这中间一共3个小时，4点钟，然后拍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吧，回来休息一下，差不多就5点了，就已经5点了。然后5点钟我又出去拿了个快递，回来就5点半了。然后5点半之后我就开始寻思吃什么，然后我今天是自己煮的，我自己煮的那个酸菜鱼，然后我就开始买菜，然后买了菜，然后就坐在那休息了一会儿，然后买菜休息了一会儿，大概差不多，哦不对，什么买菜休息了一会儿，5点半回家，5点钟回的家，然后呢我就开始后期视频，先点菜，点了菜之后，然后坐在那后期视频后期完了，发了。就是6点20多的时候，视频刚好后期完，刚好我在那个时间发了，然后我就去做饭了，刚好就去做饭，做完饭就是7点了，7点然后我就吃饭，吃完饭休息一下，再洗个锅，8点钟好，然后呢我又收拾，再就是又准备头发呀、假发、衣服、拆快递，又拆半个小时，就8点半，然后8点半好，然后喝了2口水，9点钟开始补妆，准备直播。你就说我这时间我哪里能腾得出来完整的1-2个小时去干这种事情？我完整的时间都拿来拍摄了，都拿来直播了，就是我的拍摄和直播基本上就是会占了我一天大多数的时间。然后今天下播之后我应该不拍视频，但是我应该会搞后面那个，就是想拍双胞胎，然后拍完之后我下播还得去练个舞，明天要排练，我下播之后还得练舞。有的时候，如果是比如说大家我要学新舞的话，我就是在吃完晚饭之后，然后休息半个小时，我就会开始练舞，就基本上我的完整时间都献给了练舞、拍视频和直播，其他都是比较碎片化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像打包快递这种做周边这种事情，需要一个完整的时间，一整个时间段来做这种事情的时间其实蛮少。就只有我休息的那一天，但是往往我休息的那天我真的又不想动，然后我就是休息的那天就真的是躺到自然醒，然后起床出去吃饭，然后回家再躺一躺，看看别人直播。对，我看别人直播也算是上班，就是分析一下其他人直播间，或者是看一下，哎，这个效果好像蛮好的，哎，这个视角好像蛮好的，哎，这首歌好像不错，可以学。我其实也没有算是休息吧，就是星期天晚上的时候。谢谢奢念的灯牌。充实，白天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浪费了，但是实际上是一样的呀，因为我白天睡觉了，我晚上在上班啊，比如说这个时候我就在上班啊，我上完班拍视频，那我挪到白天也是一样的呀。假发和羊角是一体的吗？不是宝宝。你也不远了，你都去的票都买好了。对，兰州有活动，我是四川这边的，就是川渝地区的，我是南方人。然后我去兰州的话是活动，亲力亲为，时间肯定不够用，所以是不是该找帮手了？我没有那个收入去找一个助理。就我现在这个情况怎么说呢？就是我目前的这个收入情况就刚好够我。还有我养我2只猫，然后呢正常运作这个工作，可能稍微再多个几百块1000块左右吧，就差不多这个收入。你让我怎么去找人帮忙？不给人家开工资的吗？怎么感觉兰州那边经常请我？啊，没有，我好像也就去了一次，去年。这不强迫给自己，所以我每周都会休1天啊。就比如说明天就是我休息，但是我明天也休息不了，因为我明天要去排练。我真的很少完整的能休24个小时，我基本上没有休息过24个小时，就可能有休息个几个小时，比如说晚上不直播的时候可能能休息几个小时，但是也其实说不直播，我其实也大多数时候是在上班，
就很少的情况下是看剧或者是说拼图什么的，一般都是可能去刷别人直播去了，因为其实周天晚上播的那种主播还挺多的嘛。然后我有的时候都是在研究，一刷抖音就开始研究，要么就是研究，这视频拍的不错，怎么拍的？他用了什么运镜？他这妆造很不错，他的头发怎么做的？他这个衣服很不错，然后识图去搜一搜哪里买的，或者是说，感觉这个就是他这个视频这个创意这个脚本写的不错，这个开头做的不错，然后呢，反正就是会这样，然后刷别人直播也是，直播就这个直播间灯光打得很好哎。然后这个那个虚化调的不错啊，这首歌听着很好听，然后或者在唱歌就是这首歌是什么，然后去识曲听一下，然后把它记下来是什么歌，然后下次可以的话可以去学一学。就跳舞的话，然后这首歌好像还蛮喜欢的，然后记下来去学，就基本上是这种状况。星期天晚上，然后基本上等我闲下来，就是已经做完这一套流程，闲下来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晚上12点了，已经12点了。然后我还在想，要星期天晚上我就会开始想，我周一如果要发视频，我要发什么视频，我要怎么拍视频，我要干嘛，我就会开始。所以其实我真的很少能完整的休息一整个24小时，除非我是休2天，就比如说我周末、周六、周天我都不播，我有可能能休一个完整的24小时。谢谢新的灯牌啊，谢谢新。刚关注过年也直播嘛？对，我过年也直播了。我记得我去今年大年30晚上好像都直播了的。我今年好像对我大年30晚上都直播了。谢谢11报的神说星河，合同签了几年？我没有签合同，宝宝，我没有公司，没有运营，我是一个人，孤身一人闯荡世界，不对，闯荡社会，强迫自己啥也不干。我觉得我会很着急。我会不是很着急，就是怎么说呢，也算是可能会有点焦虑吧，就是因为感觉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就你真的让我特别闲的时候，我会想搞周边，就是很闲到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干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给大家搞什么新周边，或者是之前周边没做完给大家发一发。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真的周边囤了很久都没有发出去的原因。谢谢11报的188张人机票，真的就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时间，就真的是你知道包一个快递，因为我不是会把每一样东西然后给它装起来嘛，就会包几层。然后呢，基本上如果是我也试过，就是我每天起床，然后呢那一丁点时间就可能包个20分钟，我真的就是刚把包装袋摆出来，然后包1-2个快递，然后我就得把它再收回去，因为有很多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包装袋有很多种，然后呢因为我不收的话又很乱，我就把它收起来。然后呢，每次我抬把那个箱子拿出来，然后把里面所有的包装纸一个一个摆好，然后开始打包了2个，我又得把它收回去。所以我平时就是说想拿个梗时间，然后来打包快递。通常就是周天，然后休息的时候，可能晚上吃完饭回家那会儿，然后晚上给大家打包一会儿，大概是这样。谢谢沙海归鱼啊，谢谢宝宝灯牌。我是在家直播吗？对，我在家直播。周一、周日、周一不播，我不能连休2天，其实对于账号来说，就是休一天是最好的。就是对于直播账号来说的话，就是休1天最好。全勤当然是最好，但是我勤不了，我全勤真的会数。不回家吃年夜饭嘛？吃了年夜饭回家的呀。就是吃年夜饭吃的很早，就回家播呀。就是没有住在爸爸妈妈家里面，就是没有住在我租的房子嘛，我就是在家里面吃了饭，然后又回我租的房子这边。因为其实大年30年夜饭怎么说呢？就因为我们家大年30的时候，因为其实就是可能就我们家和我们姑妈家2家人坐在一起吃饭。就是人也不多，然后呢，他们年纪也比较大了，也晚上也嗨不了那么久，大概就是7、8点、9点可能就要准备睡觉了。然后这种情况，如果我回家的话，就是我在家里面，就是回我自己家里面睡觉的话，我晚上也是没有事儿干的呀，就是9点钟以后就只有我一个人了，我爸妈就去收拾睡觉了，那我也没事儿干，我还不如回这边来直播，对吧？不是一样的吗？就没事儿干啊，除非我玩个游戏什么的。搞周边好啊，
过年还是休息吧，简单出几个视频，一年有几天时间能跟家人聚。但也还好，因为我跟我爸妈现在都在成都，离得也不远，想见是能见的，不远的。就平时见的也，最近见的确实比较少，很久没见了。我爸妈会看我直播吗？会，我妈还经常给我直播间点赞呢。我爹还在我的粉丝群里面，我不知道我妈在不在，我没看到。但是我上次无意间看到我爹在，然后我妈是有时候会看我直播，还会点赞，视频还会推荐我的视频。两个人一起跳舞怎么拍的？分开拍的，就是两个人拍了之后剪到一起，那种也很麻烦。然后室外的话就暂时没有办法给大家搞，因为我没有助理，就是我一个人如果要拍那种分屏的话，就是像之前拍那种双胞胎在外面，我就要把我的手机留在那里，那很危险，就是暂时是没办法拍变装和那个1分2的，就是只能在外面的话就只能拍1到2套衣服，2套衣服的话就是可以那种比较方便的衣服，可以在当场换了就可以。不然的话暂时是弄不了那种，如果全是室外的话。南州的话可以拍一拍，我没必要助理，费钱是费钱，但是我很累就花钱买个轻松啊。就有助理的话，我拍视频会至少省掉1/3的时间。我真的手机上有非常多的素材，就是那种跳着跳着突然跳歪了，然后出画了自己都不知道，然后跳完了开视频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出画了，然后或者是跳着跳着刘海劈叉了，就是分开了，我都只有等我自己回看，拍完视频之后回看，然后发现分叉了，好，要再跳一遍。真如果有助理的话，比如说我跳着跳着刘海分开了，就可以提醒我，然后我就会马上调整。然后包括有的时候什么裙撑有点掉了，然后拍完之后才发现，然后有的是使劲的提2下，然后再重新拍。还包括头饰也是，头饰跳歪了，也是只有跳完了之后才知道。南方除夕夜有啥习俗呢？南方除夕夜有什么习俗？不是这个不是都差不多吗？就吃个年夜饭啊，看看春晚，然后以前还能放个鞭炮什么的。没啊然后可能会去烧个香什么的，就是晚上大概是吃完年夜饭，晚上12点出去烧个香，就大年初一烧个香，就没了。下次拍的时候地上画个框标记一下，那我这算是破坏公物吗？我拿什么画呀？听起来好可怜，是挺可怜的。我有的时候我跟你讲是这样子，就是有一个很玄学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不是要跳舞嘛，然后呢我对自己的动作其实会有强迫症，就是有的动作可能我觉得力度没对或者表情不好，我会重拍，然后呢经常会出现我在还没有看到我这一遍拍的什么情况下，我会觉得这一遍跳得非常的好，非常的满意，可以收工了。通常这种情况下我去看那个视频，动作表情都很完美，但是其他地方一定会出现问题，比如说偏了，比如说头饰歪了，比如说刘海分叉了。谢谢五星睡魔的灯牌，这真的就有的时候拍着真的会很让人就是很无语，但是又没办法。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其实蛮想囤视频的，但是我囤不了。我每次都想拍2个，但是当我拍了1个之后，我就会很累，我就不想拍第2个了，我就想说算了，明天再拍吧。谢谢繁华的关注。红姐这套流程你深有体会，看得太多了。麻将3勾扭扭，找几个小石头或者别的参照物。我会找参照物，但是还是会跳歪，因为其实有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是直的话，其实还好，就是完全平面还好。但很多时候你去拍视频的那种地方，它都是有一点点坡，然后呢可能左右有一点歪，然后那种情况下其实你是不好对镜头的。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是对镜头，但其实我自己因为拍了这么多年视频了，其实对镜头对的蛮准的，就是只要是镜头在这儿，我能够80%站到镜头中间。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拍视频，因为又是在外面，就拿不准那个镜头，而且又是有的时候又是晚上，又不是很看得清楚，反正就很恼火，然后还得摆灯，对，晚上拍还得摆灯，还得扛着一堆灯出门，然后得一个一个灯给它开好，
然后再去跳舞，然后跳着跳着，哎，突然这个灯没电了，然后一想完蛋了，昨天晚上没充电，那怎么办呢？然后回家呀，回家充一会儿，然后再出来继续拍啊。笑死了！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好像那一次是就是在纠结，就有点想拍，不是就是又觉得明天要发视频了，今天又必须要拍，但是呢我其实那天又不想动，然后呢我就一直坐，我坐到就是在就是一直带妆，就坐在那个我化妆的那个凳子上坐了1个小时，坐到3点钟，2点钟下的播嘛，坐到3点，我想不行了，得起来拍东西了，然后我就是做好妆造，然后练好舞就4点了，然后我就下楼。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我没有带手机，就是我扛了一堆灯，吭哧的扛下去，然后发现我没有带手机下楼，然后怎么办呢？然后我想，这个灯放在下面应该不会掉吧？然后我就真的是跑回来拿着手机，然后马上跑下去。灯倒是还在啊，就是都还在没掉。那晚上应该也还好，晚上应该不会有人，那个灯应该不会掉。灯其实加起来也蛮贵的，几个灯加起来有几百块了。想起《西游记》画个圈不能出去，我现在是单干啊，单干，拍点简单的，我拍点简单的，但是没有必要，因为我拍那种过于简单的，比如说手势舞什么的，就我确实拍着很方便，但是没有流量，就是我明知道拍出来没有流量的东西，我不会去拍，没用啊。对我的账号，对我的粉丝，就是都没有好处的视频，我一般就也不会拍了，我也不会发。谢谢小宝的灯牌。我拍视频用后置，前置的话就不会担心站位问题了。我就是用的后置拍的，因为后置拍会更清楚。前置拍不清楚啊，前置拍不清楚。对，后置不行。后置的话是4K60，前置拍出来会有噪点，就是半身、全身啊，就是拍全身视频，其实大半部分都得用后置，除非是就是那种糊的就可以。就是如果是我用前置拍全身的话，拍出来是那种糊糊的。后期出来就是那种很糊的画质，就是为了要清楚，所以必须得后置拍，后置原相机，4K60。我要做直播粉，我其实最早怎么说呢？就之前其实有一个公司，但是那个公司其实之前就是想做团的公司，但是不管个人。然后呢，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要做团嘛，所以还是得有要求各播，就是那个时候有要求各播的开播天数，但是没有卡很死。然后那个时候就我其实之前就是一直是只拍视频比较多，直播的话就比较随性嘛，就可能今天播了明天不播，然后可能隔1天播一次，可能隔2天播一次这种，但是也是会不会是那种断播很久啊，不会，就可能是今天播，然后今天播了明天不播，后天播，就隔1天播一次或者隔2天播一次这种。然后呢然后我们那个之前做那个团的那个运营，就是那个运营，然后他说，然后我当时他要求要各播的时候，就是要求一定每天晚上都得各播，然后1周休1天，当时是这样子规定的。然后呢，我当时在想，我说这样会很累耶，我说我每天还要拍视频，然后还得发视频，然后我完事之后我还得直播，我说这样很累。然后他说你看别人做得好的，人家就是直播也做得很好，视频也拍得很好。然后我想了想，好像有道理，说的也是。然后我就这么开始搞了，然后就搞到现在了，就一直这个习惯我就保持下来了，就是包括直播，然后1周休1天，我现在也是1周休1天，基本上是。但是有的时候有事情或者是身体实在不舒服的话，还是会不播。谢谢 OW 的灯牌。后置不是有4K 120吗？但是那你也太多了，因为抖音它其实你就是 4K60，它也会压你画质，它不会用到那儿去。4K60已经很够用了。我可以在前置手机后面再加一个后置手机，看前置手机里有没有占阵，但是不一样啊，因为前置的镜头在这里，后置的镜头在这里，位置不一样，看到的也不一样。我试过，我包括之前还试过用什么拿那种镜子，就是能直接看到也不行，最后还是老老实实的该怎么样怎么样。我需要小米17，但是拍视频还是得苹果。我说实话，就是苹果可能拍照片确实不如安卓，但是苹果的拍视频还是挺顶的，就是拍视频还是得用苹果。拍照的话，确实是安卓比苹果好，因为苹果前置确实很丑。行业 iPhone 视频能力最强的都是电影机，对 ，iPhone 还是得用 iPhone 拍，就是现在可以拍 MV 都可以用 iPhone， 都可以直接拍出来了。
1000多人真少了，好多假人。但是这已经是我就是最近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直播间可能维持1000个人，已经是我直播以来最好的了。我之前破1000都比较难，就是之前可能直播间就800-900个人左右。然后最近这2天有点不好啊，这2天啊，单指这2天可能就跟之前差不多，可能比之前还差一点。就前段时间的话，流量确实还可以。买个单反吧，我有啊，我直播就是单反。你要我用单反拍视频，那更麻烦。算了，我还是用手机拍吧。单反拍了视频，你还得把它每次把它从相机里面导出来，然后在电脑上后期。我还是用手机吧，方便一点。我有想过要不要用单反拍视频，我有想过，太麻烦了。日子还是要过了，得一点一点换，确实是。这些想起那些在小屋子里直播的时光，是吧？是吧？跳不了，因为被抬了，长得太一般了。是的，我也不靠颜值吃饭了，我平时才艺主播。这个时候要是有一个伯乐，那有多好啊！我都不说，就是帮我解决任何一件事情，我现在都挺好过的。不管是帮我解决直播问题，还是帮我解决视频问题，或者是帮我解决生活问题，就是任何一个我现在每天做的事情，帮我解决一样，我现在都能过得轻松很多。谢谢大家的灯牌，怎么不跳舞了？因为今天暂时跳不了，宝宝。这样我们今天早点下播啊。我们今天58分的时候下播，然后下了播之后，我去这条视频拍个双胞胎，然后我准备去练会儿舞。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不直播啊，今天得出去排练啊。晚上吃个饭吧。我有 Pocket 3吗？视频应该比安卓省心。Pocket 3拍视频没有苹果好，没有苹果好。Pocket 3适合拍那个。就是适合旅游的时候旅拍，然后适合拍 vlog， 但是像我这种视频还是用苹果后置比较好。Pocket 3我研究过，晚上还练舞。对呀，稍等，你看陪伴支援点满好，你最多只能帮我理快递做代发，那其实就只剩最后一步了，就是可能省掉了我给大家填单号的那个时间。无工资兼职，群里找个助理。就是助理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想麻烦可以很麻烦，简单也可以很简单。下周末有安排了吧？下周末满安排。本月的所有周末全安排满上了，全满了。本月周末没有闲余时间，一天都没有。本月周末已排满，其他的得找个妹妹才行。对啊，是的，谢谢金 X 谢谢宝宝的关注，谢谢 SLUX 谢谢宝宝的为你闪耀。家人们还能点陪伴之旅，我们点一点啊，还差一点点。你下周去成都，又赶上我安排满。可以和喵喵一起拍，我的视频不适合多人拍，我就是适合单独拍，我的账号就适合单独拍，不适合多人。就有的人的账号可能比较适合多人拍，有的人的账号比较适合单人拍，这个不一定，这个得看账号。谢谢雨少的为你闪耀。我之前我账号也有多人拍的啊，但是数据就不是很好。周3重新回来，周4过去。粉丝群和团进去啊？我通过了呀，我通过完了呀。你加的哪个群？你不要去加那种只有一个人的群，就是只剩下一个空位的群，因为那个会有就是比较多人申请，我找不到你。你是申请新群，宝宝，新群的话就可以进去。谢谢 Kevin 的星光闪耀啊，谢谢乱宝的星光闪耀。我有对象吗？我要是有对象的话，我现在应该能轻松很多吧。至少如果我有对象的话。
我可以不用做饭，万一他也不会做饭，不用做饭吧，先不用做饭吧，然后可以帮我整理一下屋子吧，然后可以帮我拍一会儿视频吧，偶尔也可以帮我发快递吧，对吧？至少可以解决我4样事情。无人机是不是也可以拍视频？无人机可以拍视频啊，可以啊。谢谢鱼子酱，谢谢宝宝的为你闪耀。全职奶爸。找保姆呢？可以啊，我觉得我就是我现在就是缺这个呀。那你跟我说，我现在又闲，我又那个什么，那我找男朋友干什么呢？干嘛呢？那不就是找男朋友，不就是解决自己的需求吗？我就现在就是我很忙，我需要一个人帮我解决点事情。就对啊，就找保姆啊。谢谢玲玲哥哥的星光闪耀啊，谢谢宝宝。这次兰州去几天啊？这次估计只能去1到2天吧，可能，因为比较忙。我有可能兰州是6号，我有可能7号还有活动，可能待不久。不知道了，这个事就到时候再说了。7号我有可能有活动，6号有，然后7号可能有，反正就很忙。直播间聘夫，突然想去趟泰国，回来给我当全职主。你就有老婆，你就老婆孩子了，算了，你可以，你多面手，真假的？真假？大家开玩笑，别信他。那得改机票了啊？你改机票干什么？不一定，你先别改，不一定，我猜的不一定。说的你都符合是吧？好，谢谢玲玲哥哥的星光闪耀啊！不一定，真不一定，你们先别改机票，等确定了我会通知的，啊。我明天准备去买个平板，我买个新平板，我的平板坏了。谢谢玲玲哥哥的星光闪耀。买个平板去吧，明天。平板多少钱？平板好像8K，又是8K， 心好痛。但是我明天去买了平板，我要玩什么呢？新平板买来，我玩什么游戏呢？我也不知道玩什么游戏啊，可是他在我身上睡，我播了多久他就睡了多久。轻车带小车。好，兰州什么活动？看主页，宝宝，主页更新了。昨晚那手机好了8K， 3小周，好累啊。摸镜摸的好累啊！明天再说吧。我明天练完我明天排练完应该就是去买个平板，然后去吃个饭，然后就回家晚上就可以玩玩 Timi， 玩玩3小周，看玩什么吧。换公司了？我没有公司，没有运营。啥平板？就是那个新的2025 Pro 啊，苹果的。因为我苹果手机啊，用苹果平板肯定方便点啊。我之前上一个是买的 Air， 就是3、4天，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说，就是现在那个2021 Pro 其实都还能再卖3000多，就是之前2021的 Pro 嘛，就是买的 Pro， 因为 Pro 可以用很久，然后呢卖也能回收个价。但是你看我现在 Air 的话 ，Air 卖只能卖900块，800-900，就是我之前花4000买的，只能卖800-900。然后我觉得我还这样的话，那还不如直接买个 Pro 呢。至少以后要是想出了还能卖点。对，假发，你备考已经戒了，戒什么？3小周。老师你给我发视频，好的。其实可以 cos 直播下游戏，
我账号就只能跳舞。你看我坐着聊天都没什么人，对吧？我要是坐着聊天，我坐着聊天跟坐着打游戏没什么区别的，其实就是这样的，没什么人。我这个号我就只能跳舞，播才。所以你看我平时为什么说旅游的时候我也不怎么直播，因为我这个号不能乱播，我怕那个本来其实流量挺好的，万一哪天流量搞坏了怎么办？谢谢蓝山叶的灯牌。转广告位继续招租。除了 iPad Pro 别用，你看我就是用的 Air， 然后 Air 坏掉了，我就是用的 Air。我是买13的时候，对我好像是买13 Pro 的时候买的 Air， 我记得还是哪一年，也是有点久了，但是反正 Air 坏了，那个平板坏了，我明天去买的新的。谢谢 HCC 的关注。兰州你想去的，但是优童不搭理我啊？我怎么不搭理你了？你刚才问我什么了？我没看到啊，宝宝，没看到，可能是因为我在讲话。因为我讲话的时候，有的时候看不到弹幕，因为我这个弹幕它现在不会刷新，我是手动刷新弹幕。你问我啥啦？谢谢洋洋老师的小星星。过去太远了，没人遗落，但是我不搭理你哦。你是说这个不搭理你？谢谢加州哥的闪烁星河，谢谢加州哥，欢迎加州哥，晚上好。我要下播了，谢谢加州哥的11个星光闪耀，还有1分钟。这是谁？这是六童子，看我自己在哪个城市哪个区域，我在成都啊。苹果内存都是金子做的，256，我看了一下 Pro 256好像就是8000多吧，好像是。然后我再去搞个那个大学生优惠，应该还能再便宜一点吧。又是8000多。红彤彤，晚安啊，阿哥，晚安。小豪在外侦查暴露了，笑死了。怎么个事儿呢？怎么就暴露了呢？我大学生不是，我说我去搞个大学生，我不是大学生，我毕业了。我要是大学生，那现在该多好。我要是大学生，我现在真的就是放飞自我，想干嘛干嘛。晚安，哎，怎么叫我彤姐啊？这么怪啊？怎么加州哥叫彤姐，很怪啊？四川哪里？成都吗？对啊，我在成都啊，我身边还有大学生，我身边有老师，我可以借，我可以那个什么，对，我是本科嘛，对呀，本科，童叟无欺，本科毕业，没事，本科文凭有什么好炫耀的啊？本科不是基础吗？又换了个好，你好多，好了，家人们，我要下播了，我要下播了。我要下播了，家人们。为什么当初去天津啊？因为当时没有收入，走投无路，我去了天津。因为去天津有收入，知道吗？所以就去天津了。那一段悲惨的过去，我以前到时光倒回，在我去欢乐谷之前，那个时候越不付出啊，还在往家里要钱，没有收入的。谢谢加州哥的星光闪耀。就当时已经想好了，600分的本科你觉得不怎么基础，你还得练600分。我不是600分啊，我不是600分，应该是98521了吧，最起码也是个211吧。可是我不是，我就是个普通的本科啊，也不是，对，普通的本科，不是98521，我趁着我读的很普通的。当时越不付出，就是因为那货，就是当时去那个天津之前，就是已经想好了什么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看又下不了播了。那时候3月份不是当时好像就说在欢乐谷待到6月3个月嘛，然后去欢乐谷之前，就是去之前我已经想好了，我就想说，如果到时候去天津回来之后，因为反正那个时候会工作3个月肯定会有点收入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想。然后我就拿到这3个月的收入，我去找个工作，就是可以边生存，然后边去找个工作，就是够了嘛。
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我当时就想的是去天津回来我就去找个班上了，我就算是中断自己的梦想，因为要生活没办法。那谁知道就是在天津突然就是可以就是这条路好像他又能走了，然后后面才慢慢的就走成现在这样了。谢谢加州哥的星光闪耀。因为其实我那一年我也跟大家说过什么专业，我是学数学和金融的宝宝，就是我那一年放弃了考研，去参加了女团 Pink 嘛。之前我是放弃的，因为那一年其实我正在考研，那年是9月份考研，然后呢就是 Pink 成立的那一年，然后当时是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正在背那个公司金融，就是背那个概念，背那个定义，我正背着。然后有人就给我发消息问我想不想当偶像，然后当时我就愣住了，因为当时我正在准备考研，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就是包括怎么生存啊，怎么收入啊，然后呢什么样的，然后当时说的是反正就是可以，就是能有收入，我想的是能有收入的话那可以去试试，然后我当时就当年那一年我就没有考研，然后我就去了 Pink， 对，然后有了 Pink 之后，反正就是后面就也不就是每个月可能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有一两单就是可能漫展演出商演什么的，但是那阵子也没什么粉丝，然后呢也没什么名气，然后呢那个时候费用就很少，反正就那个真的就是月不付出，然后每个月还在往家里要钱，所以那时候我爸妈也非常担心我，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是在考研，然后我突然不考了，我突然说我不考研了，然后我去干女团了。你想想我爸妈那个时候该有多着急啊，真的他们当时真的很着急。然后后面对反正慢慢这样了吧，之前去天津之前真的就是月不付出，那个时候就觉得每个月能挣个2-3千就已经很不错了。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我2年以前去天津以前的梦想是月入2000，就是我的梦想，因为我每个月会找家里面要2000块钱当我吃饭的费用。然后那个时候就真的是基本上不会出去吃什么大餐，因为吃不了，可能每个月可以出去吃一次，或者是家里面让我爸妈带我去吃。然后除了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朋友请，除了这种情况下我一般都没吃。然后呢我那个时候记得非常的清楚，那个时候我们排练，就是因为不是女团嘛，要出作品嘛，我们当时是拍作品要排练，然后呢那个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麦当劳的1+1，因为那个时候记得它11.9块，然后呢能吃一顿饭还能吃饱，然后就是2餐，就是中午的时候去排练之前买一份，然后呢排练完之后买一份，一天23块钱，24块钱解决一天。我最记得清楚，那个时候真的吃了那一年就是 Pink 那一年真的吃了非常多的麦当劳，基本上不是麦当劳就是煎饼道那个最便宜的那个就是不加，就是那个薄脆加肉松的那个，就是不加那个什么培根加蛋那种，然后要么就是煎饼道，要么就是麦当劳1+1。今天开了保底，今天什么开保底啊，加州哥？对，就是好歹是天津，我有就是把这条路就是能让我再走一走，不然的话我就真的没有现在的我了，我可能就真的是一个普通的社畜了。公司金融你学秃了，公司金融我觉得公司金融还好，我觉得最难的是西方金融。我真的背得我想数。我是搞金融的，那以后前途无量。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很残酷，金融它就是一个圈儿，就里面的人他是一个圈儿，是一个循环。你除非是那种特别，就真的是你除非是特别高端的那种人，就是你上的学校，你读的大学，或者你读的本科大学也好，研究生也好，就是你读的金融是国内数一数二的98521，除了这种情况下，你搞金融，普通的金融专业你出来就是银行职员、柜台、销售、保险，没了。对，金融也是它里面的那个圈子，反正因为之前我其实因为周边，因为我是学金融的嘛，然后我周边其实有很多学金融的同学还有朋友，反正就这个圈子它也非常难进，就是任何东西它都有一个圈子，但是金融这个圈子它其实是一个循环了，已经是一个循环了，就是外人你想踏进去，你除非特别优秀，
你才能踏进去，不然它里面其实就已经自己就是一套体系了。谢谢古月哥的星光闪耀，谢谢古月哥。哎，我的鼠标。所以为什么当时也是为什么我选择考研呢？我当时其实是想考那个西南财大，就是那一年，因为我是第一年考，然后第2年又考。我第1年考的时候当时是差2分过那个初试，就是西南财大初试。然后我当时又不想调剂，我就是不想调剂，我当时就一门心的就想考西南财大，然后我就准备第2年再考。然后第2年再考的时候，就遇到了拼课会，遇到了女团，然后就出来当偶像了，就这样的。大学学游的专业真的不是很多，要是早点认识我就好了。对啊，我也想早点认识你们。是毕业刷到我考研考到了天津，想到开学一定要去欢乐谷，10月份去的。要是我找不到，后来开学才找。对，我去年5月份之后就不在了，就不在那个欢乐谷，就没有去过了。目前。是的，果月哥，红毛羊角。我快下播了，星星开的保底。哦，嗨，没事，加州哥，加州哥，你知道我这2天真的很倒霉，我真的这2天，今天也还好，昨天超级倒霉。我平板坏了，我得买个新的，明天去买新的。西方经济，对，西方经济说错了，西方经济学，什么西方金融，西方经济学，说错了。我不是哭哭跳舞那个，是你是低端，然后你现在买保险去。你低端啥呀，鬼哥，你这叫低端了？你哪里低端了？死童子不理你，没有不理你，我在看弹幕，我现在才看到你说我不理你，我上面还有30条弹幕。上财大现在出来也只能是的。复旦大学圈子最大。那个圈子其实都不只是复旦吧，他们那几个学校圈子都蛮大的。给饿着肚子的人说金融，我到底懂吗？我不懂啊。对，中南财大也是。我们那边地区本科分多少上？你是说高考吗？还是说研究生啊？你是说财大的那个就是那个初试录取分？就是那个线，还是说的是高考的那个线？高考线，我记得我们那一年本科线，我们那一年好像是523还是512啊？不是512就是523，我不记得了。高考一本线我忘了，不是511就不是512就是523，我忘了，不记得了，很久了。然后我们哎，不对，对。看难度，我们那一年高考挺难的，看难度。我们后一年好像一本线就是550多还是560多了，看难度啊，你这个肯定是每年难度不一样，分就不一样啊。现在卷得很，现在干什么都卷。谢谢清风的灯牌，550现在也就2本，是吗？真的吗？现在这么卷吗？我记得我那天看到我刷了一个视频，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是那个期末什么 PPT， 然后我看到有一门什么道法什么玩意儿的，他们现在还有这种课嘛？就是什么我忘了叫什么道法什么的，反正我看到有个道法，好像是一门课，就是上面写的语文第一是谁，数学第一是谁，外语是谁，然后呢写了一个什么道法是谁。哎呀，我觉得任何一个东西反正它都有圈子，就只能说你是看难度，但是你像金融这种搞钱的，就是这种很吃香，然后所有人有能力都想进去分一杯羹的这种程度，你圈子真的很难进，非常的难进。谢谢空思良啊，谢谢宝宝的灯牌。
道德法治不是道德法治，不是，绝对是写的道法，绝对不是道德法治，绝对不是，不是。我下次找到了发给你们看，因为我还确认了好几遍是道法，不是道德法治，我确认了好几遍。道法自然，你跟他说还1分钟下播，对呀、我这不是说这歌这波下不了了吗？谢谢空思量啊，谢谢宝宝的9个爱你哦，谢谢。有一个段小雪，我忘了，反正他当时他那个视频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最高分都是同一个人，只有那个道法不是他，然后其他的所有都是那一个人，就是那个考的最好的，成绩最好的那个。但是我忘了那个道4个字，但是是道法开头好像。什么年纪不知道，我只是刷到那条视频，我没有深入的研究，我只是看到了有道法这门课，我还震惊了一下，我说什么现在的课居然还有道法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也没有那个就是继续就是拼个溃，为什么就是不复存在了？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其实一开始组成的时候，就是大家其实都像跟我情况差不多。基本上都跟我情况差不多，或者是还在上学，就是要么毕业了，要么在上学，就是刚毕业或者是还在上学这种情况。然后大家当时都没有对自己的那个人生，或者说自己以后的事情没有一个完整的规划。然后所以当后面去了，就是大概大家拼会那时候1年多吧，然后可能就是大家有新的规划了之后，大家就散了呗。道德法治简称道法，简称道法吗？是这样吗？原来是解散了呀！是的啊，拼会早解散了，发了那个公告了的嘛。乌尼那个组合没弄了，乌尼那个组合现在是有商单就接，没有商单就不弄了，因为那个团其实算是没做起来吧，因为那个之前不是搞团播嘛，团播也没做起来。就后面就不做了，这个团就不做了，也不是说也算是，但是如果是有单子找到布妮，想让布妮去，就是想让我们3个组成一个团，然后去接商演的话，还是会的，还是会以布妮的名义去，目前是这样子。有一次听到了从考研到成团的出道史，我当时其实怎么说呢？那个时候，我只能说我这个人。夸一波，我感觉我其实有很多决定，就是但是我没办法去实现它，就是我有这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最终落实在别人身上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落在我自己身上，反正就是有那些困难，然后没有去做吧。就是我之前，跟我一样，然后当时也是考金融的，跟我同一届的一个女生，就是我们认识，我们之间认识哈，然后她也是她当时是考财大嘛，他当时是想考那个上海财经，我是想考西南财经，然后但是他成绩比我好，比我好很多。然后当时那一年他也没考上，然后我也没考上。然后呢，当时我并不知道哈，就是当时我就那一年没考上，然后后面就是因为那时候没考上，就会觉得自己就是付出了很多，明明付出了特别多，然后每天早上很早起床，然后看书背诵，就是背东西啊，背书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没落到一个成绩。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我想去香港，我说我想去直接就是咱们去香港读研，就不考国内了，直接去香港。然后当时我爸妈就觉得说，香港就是才好像一年还是2年，就觉得还是国内的好，就反正拒绝了我，就没有答应我这个要求。然后跟我一起考，就是同一年想去考上财没有考上的那个女生，然后她就去了香港。然后人家现在就过得挺好的，人家现在过得超级好，现在月入现在好像在拼多多上班，拼多多还是拼多多，好像现在月入已经好像还有拼多多的股份，反正月入很高，月入超级高，月入比我高的不知道多少。然后再是后面就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但是应该可以吧。就是我们去年就是前年刚去欢乐谷，那会儿在天津欢乐谷不是小有名气嘛，就那会儿真也是挺火的。然后呢，我也稍小火了一把。然后从天津回来之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说，我说
做团播，就那个时候我就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没有，因为我们上面不是有运营吗？就是有老板，相当于那个时候拼客会上面是有老板的。然后呢，我当时就只能说提建议，说一定要做团播，说现在做团播，那个时候还没有 SK， 那时候 SK 还没有这么火。我说团播做啊，就一定要做啊，就是我们现在就趁着这波名气就把团播做了呀。反正我就一直催，我催了大概3个月，这团播一直没做出来。然后反正后面就是你看他们现在做起来的团播，是吧？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其实提的意见还挺有那个，就是还挺正确的，但是落实到我自己身上，就反正就总有各种各样的因素，然后它就没办法落实下来。影响你波尼团播正好的时候来了一个举报备胎，是的，不是没考研吗？谁没考研？我考了，就是考到一半，在考研的时候，然后去做了女团，因为考研是11月份考试嘛，然后那个时候4月份就已经开始复习了呀，4月份就开始学习了呀。然后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是4月份，我记得清清楚楚是4月份。自身实力过硬也行，就像余承东那种。我要是自身实力这么过硬，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太可惜了，是真的很可惜。那个时候团播是的，前瞻性，对，就反正我这个人，我感觉我自己，所以其实我也不是自私哈，就是我真的适合自己做自己的。因为我能够把所有的，基本上我能把握的事情，我自己能自己把握，知道吧？就是你如果像团这种东西，就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决定一个团的走向，我肯定没有办法，除非我自己是老板，或者这个团的利益我是利益最大既得者，我可以去为整个团考虑事情。然后，但是就是我就觉得我可能还是适合一个人做吧，可能。就只有这样，我才能落实我自己的想法。现在是哪个行业，不管哪个都不一样卷。是的，我抓这点抓得很准，真的吗？但是也是慢慢，因为我一开始其实因为我不是之前其实蛮不喜欢抖的，我之前其实不是一直跟隔壁嘛。我跟抖也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也是被推上去的，像是因为我最开始我在天津那个时候还没怎么火的时候，我其实也就是随便跟，那个时候就真的只是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想好了，从天津回来之后要找工作啦，就不干这个了。那个时候就想的无所谓啦，就当那个记录一下嘛。然后后面谁知道突然就还是有点小火，我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研究怎么样做抖音的。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研究。说的是对，是，就是有些很多事情，因为我们签了合同，所以可能不能跟你们讲。其实这中间就是拼客会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种小事情，但是就是最好是不跟你们讲了，因为签了合同的，这是保密合同吧，就不能跟你们说。你的八姨子啦，对。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但是会被道德绑架，你知道吗？就像我现在这样了，都会有人会私信我问我说啊，你现在视频拍的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帮帮小峰啊？你为什么不帮帮喵喵啊？你为什么不帮帮酱酱啊？你为什么不去和真真他们一起啊？就是你知道人是会被绑架的，你知道吧？谢谢 Tim 哥的11个星光闪耀啊！谢谢 Tim 哥，就是一个人2个人说可能还好，但是这种事情就是说的人多了之后，他性质就不一样了。Tim 哥致癌之后都梦了一下，你看很多这些什么研究博士、硕士生不是一样身穿黄色马甲，不一样去跑外面。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不管是大专、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怎么样也好，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活法，对吧？万一人家就是觉得跑外卖，就比如说我干直播啊，我干偶像，我就是觉得我开心，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干着舒服。就反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对
别人的生活过于的指指点点，因为每个人开心的点它不一样，不太一样，就像每个人的幸福也不一样一样。你可能觉得你今天吃一个很好吃的东西你很幸福，你有可能觉得你今天游戏打赢了你很幸福，对吧？这个人每个人对于这个幸福和开心的定义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大家也不要去对别人的生活怎么样指指点点，就是大家就是自己过好自己的就好了。现在学生的实践能力特别低。哦，对，我也就是我这个人其实蛮不适合应试教育，就是我感觉出来的就是我不适合应试教育，就是我小考的时候我都能考得很好，一旦是大考我就真的会失利，真的会，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高考的时候，对，高考的时候我们老师都没有想到我会考这么差，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老师给我规划的是我可以上一个211，但是我最后其实就是大考的时候临门一脚踢歪了，就是反正我大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好过。谢谢惊魂的灯牌。我这个人不行，我真的不是，就是你不说我心态不好吧，我也不是啊。我觉得我考试的时候心态也放蛮好的啊。谢谢萌萌啊，谢谢萌萌的灯牌，欢迎萌萌。我眉毛呢？今天眉毛给它弄浅了，因为这个我怕这个颜色那个眉毛会像蜡笔小新。灌伤害不要灌伤害片片花，对，现在化疗，我本来我今天又拍，我又可能拍不了了。我本来12:58就要下的，现在已经1:22了，还在这里2天。我是学霸，我不是学霸，我真不是学霸，我真的就是我的成绩只能说在我周围中等吧，就是我周围的圈子，我自己的以前的同学圈子来说，只能算个中等。我成绩也不算好。关注我的时候几千人，100多万粉丝了，是也不是，我觉得我还是努力占多数。我深有体会啊，就是一路这么走过来，其实努力占多数。你要说实力吧，其实我跳舞真的跳的也不是很好，就是很业余，非常的业余，可能就是表情管理稍微好了一点，然后感染力可能好了一点，然后作品的话比较有创意吧，然后所以就是才能一直这么做下来。就是你要我评价我自己的话就是这样，更多的还是因为就是一直在努力想怎么把这个事情做好。周日不播，对，周日不播，不是心态不好就是急。谁我吗？现在的妆比视频的时候还好看，因为一个是那个相机，一个是手机。它的背景确实小，又半个小时了，停止弹幕我就下了，确实。那你们要是没有弹幕，我肯定就下班了。1点半下吧，1点半下。我下了之后，我那个舞还没学呢，明天几个人一起排练，我这个现在连看都还没看过。再聊6分钟了，我们就下了。行，没事，再聊6分钟，没事，差不多就这几分钟哦，无所谓的。现在呢？原来是在等你下班吗？对呀，我就是在等你下班呢，提姆哥，让你看一下，让你看一眼今天的我。没事，一会儿不管讲啥，地上玩偶，地上什么来着？地上玩偶，地上那天说地友要怎么说来着？明天就给我发哭的视频。地上玩偶，哦，对，地上玩偶。我们以后这样啊，我们在这边，因为我其实不想以我这个身份去宣传，就是大肆的宣传啊。就我肯定就是有演出还是会告诉你们，但是就是不会用我这个身份去大肆的宣传关于我地友的那边的事情啊。就是我只是想把它分割开，因为地友那边其实它有非常多的规矩，就是不能私联这种事情，就是得分开，所以我们就截断，我们在这边统称为地上的娃娃啊，好吧，地友活动统称为地上的娃娃。对，团队也解散了吗？没有，本来其实对啊，之前最早那个团队解散了，后面这个团队
就是没做了，也就是没做，也算解散吧，就是没做了，就是没做了。然后明天我就是去排那个的，我就是去排地上娃娃的。明天我就是去排那个的，我还没那个呢，这看都没看。这要是我我今天不看了，我明天会不好意思的，真的会非常的不好意思。成都活动都通知我一下，这样的我后面会重新那个搞个账号，到时候就是所有跟地上娃娃相关的东西，到时候就都在那边。只是说我这边好多谢乱宝，到时候我告诉你，就是反正那边有活动，我这边会浅浅的通知。但是大家如果要问我关于地上娃娃的事情，还是那边吧，好吧？还是对，起号了会告诉你们，但是我不会宣传，我不会每天都宣传我有一个身份是地上的娃娃，然后呢这个身份叫什么名字，巴拉巴拉，然后几月几号在哪有什么演出，我就是想把它分开啊，我就只是单纯的想，我自己想把它分开啊，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好吧？谢谢傻 hand 的点赞啊，怎么还点赞？看从20粉看到我100多万，太努力了，谢谢宝宝夸夸，坐等电钱，坐等见面，坐等跟加州哥见面。我每次真的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大家，就是线下的时候见大家，或者是电切的时候可以跟大家聊天。因为我这人真的话很多哎，就是你要是来现场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完全不用讲话，我就会自己叭叭的那个嘴就在向外输出啊。有一种情况我不会向外输出啊，就是我可能在签东西的时候，你直接冲线下。好呀。海滨城市有哪些好玩的？我不知道，我很少旅游，我真的很少旅游，我旅游的很少。你也要电器，欢迎大家到时候都来电器来。我这是羊头还是牛头？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大家有的时候说，就比如说哎，你看就是去跟别的以前的成员说，哎，你看优童怎么样，你看别人现在怎么样。我觉得他就是每个人重心不一样吧，就是你能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个人，就是如果是比如说像我，你们就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是在干嘛，我是为什么要拍视频，为什么要这么直播，为什么要这么拍视频，对吧？你们都感觉得出来我为什么，对吧？就是别人要是你们去对别人说，哎，你看看优童人家怎么样了，没什么意义，因为哎，还是那句话，不要对别人生活指指点点啊，人家想发就发，想直播就播，想不播就不播，这是人家的权利。他要是去广，对，我就是北上广还是挺有机会的吧，因为地上娃娃那边，远征的话还是挺有机会的。话确实你不爱听，对，每个人的侧重点它不一样的。对别人的生活指指点点，说明他自己也过得不咋地。惯了，有些人他就是闲，你知道吧？就是闲，他也没什么别的意思，他觉得他是为你好，他就是闲，单纯的闲。远征军应该就剩你了，嘿嘿嘿。那你就悄悄那边，你悄悄的把灯牌卸了，再也没去过。就我不管你们在别的主播，或者是你们在别人那儿怎么样，反正你们在我这里，我就照顾好你们就行了，好吧？就是你们跟别的主播，或者是跟别的成员，或者跟别的人怎么样，那是就是你们和他们之间的事情，然后我只负责我和你们之间的感情这个维系，包括我和你们之间的事情，我觉得这就够了，因为我不可能管得了那么多，我真的分身乏术，好吧，我管不了这么多，我就就是对我就维护你们，我都已经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吧，它都已经占据了我的生活，我再去就是我这个闲事儿我再管一管的话，我勒个豆，我真的一天可能真的新的蛋疼。带毛巾脚变犄角了，我带毛巾变犄角了，说得好。到点儿了，好的，拜拜了，家人们，下班了啊！谢谢大家提醒我下班啊，拜拜大家，我走了，我要下班了，我得去练舞了，就是今天我后面聊的这个什么这些事情，你们知道就好啊，你们也不要去宣传，你们知道就好啊，收住，知道就好，行吗？就是别又发切片又干嘛的，就是我后面聊的这什么 Pinko 包括那个地上娃娃什么的，你们知道就好，好吧？
求求大家了，希望大家就是知道就好，听过就过，好吧？我们也不要再去宣传，也不要说这些事情了。就是我每一次跟大家深夜聊播、深夜聊话，就大家听过，在的人听了就过了。大家也不要去怎么样别人，就是反正我只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只是想说说我的心里话，好吧？行了，拜拜了，大家，我走了，晚安啊，拜拜。有回放耶，没事，回放能看回放的人都是大家都是对吧？都挺喜欢我的，我说的话大家应该也会尊重我，是吧？看回放的也是。拜拜了，大家，走了，真走了，拜拜，我们那个周一晚上再见，拜拜。对，能仔细看的都是自己人，能听我叭叭叭的搁这讲这么多的也都是自己人，就是我这么说的后面已经很后面的话，除非他能一直看我直播。拜拜，3、2、1，晚安了大家，我们周一晚上再见啊，拜拜。今天晚上波波说的是你吗？啊，不是你啊，拜拜。